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次特别的探讨，就是聚焦一个，可能你也正在想的问题：自学语言，特别是现在网上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吗？用这些东西自学，到底靠不靠谱？我们这次讨论呢，是基于你分享的一份关于有效语言自学法的，挺详细的一份资料。对，现在情况就是，很多人可能就像你一样，收藏了一堆 YouTube 教程，手机里装了好几个语言学习 App， 还关注了不少教外语的博主。是的，资源很多。但学了一段时间吧，心里就难免犯嘀咕：我这样东学一点西学一点，真的能达到流利交流的水平吗？这个疑问确实很普遍。对吧？或者说，会不会到头来发现没有老师那种系统的指导，自己搞了半天，结果是瞎忙活儿？这种感觉就是在那个方便的自学和传统的课堂之间有点摇摆不定。我们这次就想好好梳理一下。的确，这个困惑非常普遍，而且，也很关键。可以说，这份资料它的核心其实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哦，资料里面说的很明白，就是如果你方法用对了，那个自学的效果完全不输给，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传统课堂还要好。真的吗？但他也很坦诚，指出了自学的那个高风险，就是说，如果学习的人他没掌握正确的策略，还有那个方法论，就特别容易掉进一个看着挺努力，但实际上效率很低的这么一个怪圈里。听起来有点像我。就是感觉每天都在接触新东西，好像词汇量也涨了那么一点点，但真要用的时候，还是磕磕巴巴的，或者犯一些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错误。对对对，有这种感觉。所以咱们得先弄明白这个自学到底好在哪儿，它的局限又是什么，以及就是说想要成功，关键的抓住哪些要素，这个非常重要。好，那行，我们就先从这个积极的一面开始，深入分析一下自学的优势。这个首当其冲的，我看资料里也花了不少篇幅强调的，就是那个无与比的灵活性。对，灵活性。这点对咱们现代人来说简直太友好了。你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那个生活节奏，还有精力状态来安排学习，不管是深夜加班以后，还是上下班路上，或者周末找个下午。资料里也提到，这种学习时间上的主权，对于那些没办法参加固定时间课程的成年人来说，是他们能开始并且坚持学下去的一个首要动力。是的，这个灵活性是看得见的方便，但资料它挖得更深。他说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优势，就是它能极大的促进学习者的那个主动性和探索精神。主动性怎么说？这个可以说是自学最宝贵的一个副产品了。你想当你旁边没有老师随时能给你解答问题的时候，你就逼迫要去主动思考，这个语法点它到底咋回事儿？得自己琢磨。这句话为啥人家这么说才地道？我碰到这个学习瓶颈了，该怎么突破呢？你就得自己去找资料，去比较信息，尝试不同的方法，最后找到解决方案。哦，我明白了。资料里还引用了一个研究，就是针对在线学习者的，发现那些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更高探索行为的人，比如说他不光是看 App 推给他的内容，还会自己去搜相关的文化背景查查同义词辨析什么的。这些学习者在那个长期记忆和知识迁移能力上，表现明显比那些就是仅仅被动接受信息的学习者要好。所以这个主动探索的过程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学习了。没错。而且现在能利用的资源确实是，爆炸式增长，免费的质量还挺好的资源，真的是俯拾即是。从大学公开课那种级别的语法讲解，到各种生活化的播客访谈，对，再到有那种多语言字幕的电影纪录片
资料里甚至提到一个观点，说只要学习的人，他具备足够的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完全可以给自己建一个比传统教室更丰富、更个性化，还更贴近真实语境的这么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确是这样，资源丰富是咱们这个时代的红利，但是，就像任何特别强大的工具一样，你能不能用好它，决定了最后的结果。这倒是。这就引出了咱们需要深入探讨的，就是自学的局限性了。资料里说的挺直接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学习的人非常容易迷失方向。迷失方向？对，没有老师或者一个成熟的课程体系来引导你，很多人就像那个没头的苍蝇一样，他们可能知道自己想学好这门语言，但是对于怎么分阶段有逻辑的去实现目标，脑子里是不清楚的。资料里描述了一个特典型的场景，一个初学者可能今天在这个 App 上刷了50个随机单词，明天看了部没怎么看懂的原声电影，后天又跟着某个网红学了几个流行语。好像很多人都这样。这种学法啊，看起来好像挺充实的，是吧？但因为它缺一个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路径规划，可能几个月甚至大半年过去了，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连一次有条理的基础对话都觉得特别困难。这个就直接关联到另一个核心问题了，我看资料里也是反复在强调的，就是缺乏系统性。对，系统性。你想啊，在传统的那种设计的比较好的课堂教学里，老师通常会按照一定的教学逻辑来，比如说先教韵音，再教词汇，先输入再输出，先掌握基础句型，再学复杂结构。一步一步来。知识点之间它是相互关联，一层一层递进的。但是自学者如果他缺这种系统性思维，或者没选对一个结构化的学习资源，就很容易造成知识获取的碎片化。碎片化这个词用得好。他们可能认识好多单词，也了解一些零零散散的语法规则，甚至能听懂一些片段，但是他没法把这些碎片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能灵活运用的知识网络。结果就是那个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之间差距特别大。这里头有个挺有意思的点，资料特别指出来，一个经常被自学者，尤其是初级和中级学习者忽视的隐形杀手，就是持续性的高质量反馈的缺失。反馈？就是没人纠错是吧？对，而且是高质量的反馈。这一点对语言学习这种技能型的学科来说，影响尤其深远。你想，当你一个人练发音的时候，某个元音发的不到位，或者声调不对，可能你自己根本就意识不到。是的。当你尝试造句的时候，某个词用的不符合目标语的搭配习惯，或者在某个语境下显得很不礼貌，如果没有人及时给你指出来，这些错误就会在一次次的重复中被无意识的强化了。这就麻烦了。资料里用了一个特形象的词，叫错误的固化。一旦某个错误变成了那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你后面再想去纠正，那个难度甚至可能比你从零开始学一个正确的模式还要大。哇，错误的固化这个概念确实点醒了我。特别是发音和语用，就是怎么说话得体这方面的错误尤其顽固。所以缺乏反馈不仅仅是进步慢的问题，更可能是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好了，我们刚刚谈了自学的吸引力，也揭示了它潜在的风险。那么根据这份资料的分析，自学这条路到底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走得通、走得好呢？显然不是光有决心就够了的。对，决心只是个起点，但远远不是全部。资料的核心论点是，这个成功的自学需要学习者扮演好2个角色，他既是学生，也是自己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听起来要求很高啊。具体来说呢，需要具备几个关键要素。首先是高度的自律性，
这不光是说每天坚持学，更重要的是包括抵抗惰性、抵制诱惑，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还能完成自己计划的能力。这点确实难。其次，也是更关键的，是懂得如何为自己正确规划方向。这包括你要设定清晰的、可行的学习目标，并且制定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路径和策略。那这个正确规划方向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资料里有没有给一些更细化的建议？有的。资料建议用类似那个项目管理的方法，比如说你设定目标的时候，不能光是说我想学好英语，太模糊了。对，要具体化，要可衡量化。Measurable。比如说，我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通过每周投入10个小时的学习，达到能够就日常工作话题进行流利讨论的水平，并且能够通过模拟的中级商务英语口语测试。你看，这就比那个模糊的目标要清晰多了吧？确实。然后呢，制定学习计划的时候要分解任务，具体到每周甚至每天，你要完成哪些学习模块。比如说，周1、3、5练听力口语，周2、4学语法和词汇，周末做复习和应用。规划得很细。更重要的是，资料还强调了那个定期评估与调整的必要性。你需要建立一套机制来检查自己的学习效果，而不是凭感觉。怎么检查呢？这可以是通过定期的模拟测试，比如说参考像 HSK 啊、雅思啊这种标准化考试的模式，或者呢，主动去找机会跟母语者进行真实的交流，并且请求反馈。甚至可以像资料建议的那样，录下自己用目标语言做演讲或者对话的视频，然后进行自我批判式的分析。哇，听起来这个成功的自学者确实得像一个精明的项目经理一样来管理自己的学习过程。正是如此，而且资料还补充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能显著提升自学成功率的因素，那就是把自学和某种形式的学习社群结合起来。自学还要找社群？对，这一点经常被误解，以为自学就必须是孤军奋战。资料澄清说，自学强调的是学习过程的自我主导，而不是物理上的独自一人。我明白了。他强烈建议自学者要积极参与，比如说线上的或者线下的学习小组、语言交换伙伴项目，或者一些主题论坛相关的社群活动。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多方面的，你可以找到练习口语和听力的伙伴，获得除了机器反馈之外的更真实的互动反馈。你可以跟其他学习者交流心得，讨论难点，互相鼓励，缓解自学过程中的那种孤独感和挫败感。这个挺重要的。你甚至可以从更高水平的学习者或者母语者那里获得宝贵的学习资源和建议。记住，自学不等于隔绝，善于利用社群支持是聪明自学者的一个标志。这点很重要，利用社群来弥补反馈和互动上的短板。另外，科技的发展也确实给自学提供了很多以前难以想象的便利。资料里肯定也提到了要善用科技工具的重要性吧？当然，资料专门有一部分探讨了怎么利用现代科技来提升自学效率。他列举了几类非常有效的工具，比如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发音即时反馈的 App， 像那个 Elsa Speak 或者 Speechling。我知道这类的。他们可以针对你具体的发音问题给出评分和改进建议。再比如，基于间隔重复记忆原理的词汇学习 App， 像 Anki 或者 Quizlet。资料解释了这种方法为什么能有效抵抗遗忘曲线，帮你更牢固地掌握词汇。Anki 很有名。还有，资料特别推崇结合那个可理解性输入理论，利用真实语境的材料来学习。比如说，看你感兴趣领域的 YouTube 频道，听播客，或者用像 Linku 这样能把真实文本转化成学习材料的平台。所以工具很多。
关键在于你要理解这些工具背后的原理，然后把它们有机的整合到你的学习计划里，而不是光把它们当游戏来玩儿。明白了，工具本身不是万能的，关键在于怎么智慧去用它们。好，了解了成功的要素，我们再来看看怎么避免那些常见的无袖自学的陷阱。资料里肯定也分析了失败的案例吧？分析得相当透彻。一个最常见的陷阱，资料管它叫学习资源的漫游者。漫游者听着挺形象的。表现就是学习的人在各种 App、教材、课程、学习方法之间不停地切换，每一种都浅尝辄止。今天觉得这个博主讲的有意思，学几天，明天看到那个 App 界面挺漂亮，又换过去，后天听说某个方法号称3个月速成，又心动了。哈哈哈，好像有点像在刷短视频。资料指出，这种行为背后往往是对新鲜感的追求和对困难的回避，结果就是看着好像接触了很多东西，但没有在任何一个体系或者方法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去深入、去巩固，最终导致基础不牢，知识不成体系。那针对这种漫游者心态，资料给的建议是什么呢？建议很直接，需要培养学习定力。你在选择学习资源或者方法的时候，要做足功课。一旦选定一个看起来比较系统、评价也不错的核心资源，比如说一套权威教材，配合一个综合性的 App，就要给自己设一个锁定期，至少坚持2-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全身心投入进去。只有经过足够时间的实践，你才能真正判断它到底适不适合你，效果怎么样。有道理。资料强调，语言学习没有绝对的银弹，就是没有万能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是需要耐心和坚持的。频繁的换赛道，往往是欲速则不达。确实，坚持是关键。那还有其他常见的陷阱吗？另一个非常普遍而且后果挺严重的陷阱，就是重输入轻输出，特别是在口语和写作方面。这个我太有体会了。很多自学者，尤其是性格比较内向或者追求完美的学习者，会花大量的时间在阅读、听力、记笔记、背单词这些输入活动上。他们觉得要把知识掌握得足够好之后，才能开口或者动笔。对，就是这种心态呀。资料指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误区。语言它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技能，你光靠输入，不进行主动的输出练习，就好比只看游泳教学视频，却从来不下水一样。这个比喻很形象。结果就是知识储备看着好像不少，但到了需要实际运用，比如对话呀、写邮件沟通这种场景，就立刻卡壳，大脑一片空白，没法把学的东西调动出来。是的，是的，就是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没错，这种学和用的脱节，是很多自学者长期没法突破平台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现象太真实了。那方案呢？总不能等完美了再说吧？绝对不能等。资料的建议是，从你学习的第一天起，就要有意识地进行输出练习，哪怕是最简单的形式。第一天就要说。对，不需要追求完美，关键是开口说，动手写。具体方法有很多，比如说每天坚持朗读课文或者对话，模仿人家的语音语调。尝试用今天学到了新词汇或者句型，造几个简单的句子，并且大声说出来。进行那个影子练习 shadowing， 就是找一段语速器中的 audio， 像影子一样进入同步的跟读模仿。这个对提升语音语调和流利度特别有帮助。影子练习这个听说过。或者你可以开始写简单的日记、留言，甚至尝试用目标语言去搜信息。资料强调，输出练习不仅是检验你输入效果的方式，它本身就能反过来促进你对输入内容的深化理解和记忆。还能促进理解。对，关键是要把输出变成一种日常习惯，哪怕每天只有10到15分钟。好的，看来得多张嘴了。
所以，总结我们今天基于这份资料的深入探讨，这个核心观点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是的，自学语言这条路完全是可行的，而且潜力巨大，但它绝对不是一条轻松的路。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资源，或者每天花了多少小时，而在于你是否能像咱们前面讨论的那样，扮演好那个字幕管理者的角色。你得清楚自己的起点，就是你现在的水平，明确自己的终点，你的学习目标，并且拥有一套清晰、系统、可执行的拿导图，也就是学习计划和策略。资料反复强调的成功基石就是高度的自律、明确的策略选择、持续的自我评估和调整能力，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要积极的去寻求和利用反馈。对比之下呢，如果你的自学状态是比较随性的，就是跟着感觉走，缺具体目标，也没有衡量标准，也不主动去检查学习成果，那么这种学习很可能最终只是停留在心理层面上的自我满足。没错，甚至会让你陷入虽然好像没啥实际进步，但感觉自己挺努力的那种幻觉里头。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里看，自学的效果最终衡量的是你学习的有效性，而不是仅仅看你花了多少时长。对，有效性。策略得当、反馈及时的1个小时，可能远远胜过你漫无目的、缺乏反思的3个小时。自学的真正魅力和挑战，都在于你是否能够在自己的学习旅程中，真正的掌握住方向盘，成为那个积极主动的驾驶者，而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乘客。说得真好。那么在咱们这次探讨的结尾，结合我们今天深入分析的所有内容，特别是反复提到的那个反馈缺失，这个自学的痛点，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让你自己去思考一下。你审视一下自己目前的学习方式，还有你个长远目标。即使你身边没有一位能随时指导你的老师，有意识地为你自己的学习过程设计并且引入某种形式的结构化的反馈机制，不管是利用科技工具啊，还是去找语伴，加入社群，或者进行严格的自我评估，这会不会是你突破瓶颈、加速进步的关键所在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你可能会具体采取哪些步骤，把这种至关重要的反馈系统性的融入到你现在的学习习惯中去呢？这个问题或许正是你开启一个更高效自学旅程的钥匙。好了，今天关于自学语言有效性的这个深入探讨，咱们就先到这里。希望这次基于资料的分析，能帮助你更清晰地规划自己的语言学习之路。